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非常迷人，卻又常常充滿爭議的深層次議題。許多人心中其實都有一個非常浪漫的想象，那就是把體育賽事當做一個純淨無瑕的避風港。每當我們打開電視看球賽，或是親自走進體育場，我們總希望能暫時逃離外面那個吵雜、充滿分歧與對立的政治世界。我們極度渴望在短短的90分鐘比賽裡，世界上只剩下規則、汗水與純粹的競技。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烏托邦願景，對吧？但身為一個喜歡深究底層邏輯的分析師，我必須很殘酷地告訴各位，這種將體育與政治完全切割的想法，在邏輯推演與殘酷現實中都是存在根本性缺陷的。今天我們就要透過這份詳細的講稿與文獻，來徹底拆解這個迷思。重點來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辯論社的一場經典演說，講者哈利·奧德瑞奇提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論點。這句話精準地定調了我們今天的分析基礎。他強調，體育與政治並非兩個偶爾碰撞的獨立世界，它們在根本上是密不可分的。這句話真的非常有分量。我們大眾通常以為政治是某種外來的破壞力量，偶爾會像是不速之客一樣闖入體育的神聖殿堂。但透過這份資料的深度拆解，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認為這種認知完全顛倒了因果關係。講者指出，政治從來不是入侵者，政治就是構成體育這個巨大系統的基礎土壤。沒有這片土壤，我們所熟知的現代體育體系根本無法運作。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場知識拆解的核心前提。為了讓大家能夠有系統的吸收，我們今天的拆解會沿着5個核心路徑來進行。首先是打破中立的神話；第二，探討資金與國家認同的底層架構；第三，剖析要求晉升的本質；第四，回顧體育作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的歷史；最後，我們要談談如何擁抱現實。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部分的邏輯拆解。第一章，中立的神話。體育真的能與政治完美切割嗎？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在社會上常常聽到一種聲音，大聲呼籲大家讓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如果我們將烏托邦觀點與現實觀點拿來做個嚴謹的邏輯對比，這份資料為我們揭示了其中的巨大落差。烏托邦觀點認為，體育應該是一個不受公眾爭論與分歧影響的絕對中立空間。誰不希望用友好的競技來取代現實的殘酷衝突呢？但根據文獻的現實觀點剖析，體育賽事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真空泡泡。資料明確指出，社會運動者並沒有把政治硬塞進體育裡。真正的底層邏輯在於，塑造我們日常公共生活的那些價值觀、矛盾與衝突，正是塑造體育世界的同一批元素。運動員首先是這個國家的公民，球隊代表着特定的社群或國家。體育根本就是他所屬社會的一面最真實的鏡子。社會長什麼樣子，體育場內就會呈現什麼樣子。一個重視階級的社會，它的體育俱樂部就會充滿階級色彩；一個推崇自由平等的社會，它的體育賽事自然也會反映出這些價值觀。第二章，資金與國家認同。這是任何體育項目賴以生存的骨幹。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如果你還認為體育可以完全與政治脫鈎，那麼我們就必須從最硬核、最無可反駁的現實層面來開刀，也就是講者提到的資金與制度。這兩個元素是任何現代體育項目運作的基礎。我們來進行一個深度的邏輯推演。首先，基層體育的發展從哪裡來？當一個地方政府決定動用公共預算去建造一座社區體育中心，或者補助青少年的體育參與時，資源的分配本質上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決定。政府選擇把稅金花在足球場而不是圖書館，就牽涉到極為複雜的政策考量與資源角力。再把層級拉高，資料中特別點出了英國政府對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巨大投資。當一個國家決定投入巨額納稅人的錢來舉辦這種全球性的超級賽事時，這絕對不僅僅是為了舉辦幾場精彩的田徑比賽而已。根據深度分析，這背後牽涉到龐大的都市更新計劃、地方基礎設施的重新配置、龐大就業機會的創造。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國家向全球展現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的絕佳舞台。這是一個極度龐大的政治經濟項目。
最後，構成賽事主體的運動員，他們在踏上田徑場的那一刻，並不會自動失去作為公民的權利。只要公共資金和公民參與是體育的基礎，體育的財務與運作根基就永遠是高度政治性的。我們繼續聊下去，讓我們來深究國際賽事，比如奧林匹克運動會或是世界杯足球賽。這份資料在分析中直指核心，這些賽事的組織方式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產物。我們仔細想想，為什麼我們不把全世界最優秀的運動員打散，隨機分成紅藍兩隊來比賽就好？相反地，我們刻意依照國家來分組，運動員穿着代表國家的顏色，應得比賽時升起國旗，演奏國歌。媒體與政府會將這些獎牌榜上的數字直接等同於國家實力，甚至是國家制度優越性的展現。當體育的勝利被完美轉化為國家榮耀時，這就是最純粹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說，按照這份資料的推演邏輯，如果我們真的要徹底把政治從體育中剔除，我們就必須解散現有的國際奧委會，解散國際足總，取消所有代表國家的參賽隊伍。這不僅在實務上完全不可能，也會摧毀國際賽事吸引全球數十億觀眾的核心動力。第3章，要求晉升的本質，那些呼籲讓政治遠離體育的聲音，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接下來我們進入一個非常核心的矛盾點。很多時候，所謂讓政治遠離體育的強烈呼聲，往往出現在運動員或體育評論員公開表達了某些社會觀點的時候。這個時候，批評者就會跳出來嚴厲要求他們閉嘴。這種論點在邏輯上真的站得住腳嗎？資料中特別拆解了批評者的盲點。許多批評者會拿其他行業來做類比，他們會說，教室裡的老師在上班時間是被禁止向學生推銷特定政治立場的，那為什麼運動員就可以暢所欲言？針對這個問題，文獻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反駁，並舉了英國著名足球評論員蓋里·萊因克爾的例子來做拆解。這裡存在一個巨大的邏輯漏洞。老師在教室裡面對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必須坐在那裡聽講的學生。老師處於絕對的權威地位，學生是受制於人的。但是運動員或體育評論員，他們是公眾人物，他們面對的是自願聆聽的受眾。沒有任何人拿槍逼着你去追蹤某個足球明星的社群媒體，或者強迫你打開電視聽他轉播。運動員並沒有因為參加了職業聯賽就簽署了放棄言論自由的賣身契。講者認為，要求他們晉升，實際上是對他們基本公民權利的無理剝奪。這就引出了一個極具深度的靈魂拷問：當人們義憤填膺般地大喊着讓政治遠離體育的時候，他們真的是在維護體育的純潔性嗎？還是這只是一種包裝精美的借口？我們必須停下來深刻思考一下，這句話在現實社會中造成的實際影響是什麼？根據資料的深度剖析，這句話背後隱藏着一個非常危險的心態。講者明確指出，當社會上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性別不平等或是階級壓迫時，這些結構性的問題絕對不可能神奇的在體育場的大門口被過濾掉，他們必然會滲透進賽場內，血淋淋的反映在球員的薪資結構、媒體的報道視角，甚至是球迷的言行舉止上。在這種情況下，文獻認為要求保持中立其實根本不是一種道德高尚的選擇，這在實質上往往淪為一種壓制邊緣化聲音的維穩機制。當受到壓迫的群體試圖利用體育這個龐大的平台發聲時，主流聲音要求他們保持沉默。講者的邏輯推演告訴我們，這實質上就是在幫助並維護那個不公義的現狀繼續存在。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分析觀點。第4章，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政治不只是爭議，更是推動變革的強大引擎。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如果我們大膽轉換視角，不要把政治視為破壞體育的毒藥，資料中的歷史數據與事實會告訴我們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講者強調，政治元素的存在不僅沒有毀掉體育，反而在人類歷史的無數的關鍵時刻，成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引擎。我們來跟着這份文獻回顧幾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事件線。在西元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頒獎台上，美國黑人田徑選手約翰·卡洛斯與湯米·史密斯在演奏美國國歌時低着頭，高舉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拳頭。在那個種族隔離與歧視仍然極度嚴重的年代，他們為了抗議社會的不公，做出了這個象徵黑人權利的致敬。資料深度剖析到，這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手勢，他們是精準地利用了奧運全球轉播的龐大曝光度，向全世界發出對抗不公義體制的怒吼。他們因此付出了慘痛的職業生涯代價，但成功喚醒了無數人的平權意識。再來，1973年，網球名將比利·珍金參加了著名的性別大戰。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女性運動員的價值遠低於男性，他頂住了龐大的社會壓力，用實力在球場上擊碎了女性不如男性的傲慢偏見，大力推動了後續體育界甚至是全社會的性別平權與同工同酬運動。到了80年代，文獻也提到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例子。當時國際社會透過全面抵制南非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成功的在傳統外交途徑之外，給予了南非政府巨大的內部與外部壓力。體育的孤立成為了壓垮隔離政策的重要力量。這些運動員與事件都完美利用了體育這個充滿政治性的舞台。根據講者的觀點，如果我們剝奪了體育的社會功能，我們也就抹殺了這些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力量。第5章，擁抱現實。我們必須重新認知體育的真正價值。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既然這份文獻已經從邏輯、制度與歷史等多個維度證實了體育與政治的不可分割性，那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件事？我們必須進入最後的整合階段。綜觀這些資料的分析，政治與社會背景的注入，實際上極大地豐富了體育的功能。第一，它跨越了社會分歧，創造共同體驗。以資料中提到的英國為例，當英格蘭國家隊在1966年贏得世界杯足球賽冠軍時，那個瞬間的狂歡是跨越一切界限的。人們不再區分彼此的宗教信仰、種族背景或是經濟階級，所有人共同分享了一種集體的驕傲。分析指出，體育擁有獨特的能力，能在充滿裂痕的現代社會中創造出難能可貴的共享體驗。第二，它培養了真正的國家認同感與團結。第三，它賦予了社區挑戰壓迫的力量。正如我們前面探討過的歷史案例，體育提供了一個能夠爭取權益的絕佳平台。講者明確指出，這些都不是體育的附屬品，而是體育價值的核心所在。在分析的尾聲，我想引述資料中一句非常深刻的結論：體育中的政治並沒有削弱競爭，它賦予了競爭真正的意義。這句話的底層邏輯非常清晰，大家仔細想想，一場勝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支球隊代表了某個城市、某個國家或是某個群體的心聲。一場比賽之所以扣人心弦，是因為背後承載了整個社會的期待與價值觀的碰撞。如果我們真的按照烏托邦的想象，把體育剝離了所有的社會與政治脈絡，那麼在場上奔跑流汗的運動員，充其量就只是在進行一場有組織的體能訓練罷了。沒有了背後那些關於認同、關於抗爭、關於榮耀的厚重意義，體育將變得索然無味。所以當我們再次面對這個議題時，這份文獻拋給了我們一個問題：你是否願意放下那個中立的幻覺，勇敢擁抱這個現實？體育場內的歡呼與抗議，其實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最真實、最不加掩飾的聲音。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體育與政治在根本上密不可分。從基層公共資金的投入、國際賽事的國家認同，到運動員發聲的權利，政治是體育的基礎土壤。體育不僅反映社會真實樣貌，更是推動平權與社會進步的強大引擎，賦予了競技真正的意義。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